老模型补完计划 ，MG 钢坦克。交时间之际，有网络同好，借摩安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教记。这次真是好久不见，已经1个月没有更新了。主要原因呢是我个人的问题，没有特别中意的模型入手。本来说是想购入 Action Twist 的六神合体来弥补一下童年的窟窿，但是最终还是没有下手。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买了一套这个东西。JK 的五行物语黄金骑士，原本以为2周搞定就能给大家做展示了，但真正上手做才知道这粗粮是啥味道。2周结束，件儿都没修完，同时也确实有点皮了，想赶紧入手一个正经的模型，吃口细粮缓缓。最终在翻老模型图鉴的时候呢，我看到了这个老早之前就想入手的 MG 钢坦克，那么这期咱就盘它。这台 MG 钢坦克是2009年的产物，也就是说1:100的白色3连星是在2009年才正式组队成功的。那时候还属于 MG 2.0的壮年时期，在那前后5年，万代发布了不少2.0的模型，而且 MG 2.0这个招牌，相信老玩家也都知道其含金量如何，在这里呢就不做过多的赘述了。只可惜钢加农直到现在也没有开发过2.0的版本，估计以后也不太可能看到了。总之，拼完这个钢坦克以后，我不由得感叹了一声：这设计师真牛逼！想再有这样细节的机械内构设计，估计以后就只能在 PG 上看到了，而且还得是优的。照惯例，先看板件。板件能看到是2009年设计的，但生产日期是去年的12月份，毕竟盒子已经是蓝标了嘛。个人感觉 MG 钢坦克的再版次数应该不多，或者说模具做过维护，总体板件锐度非常可以，几乎看不到飞边或者结构模糊的情况。虽说到不了新出炉的模型那样的锐度，但也已经很不错了。尤其是内部机械的刻画，单看零件就非常舒服，更何况还附带了一个光炉和一颗螺丝。按照现在财团的标准，这应该算是合金玩具了吧。兵人方面，这次一次性给足，直接给了4个角色，分别是小林隼人龙、铁打的舰长布莱德和舰长夫人米莱。这种兵人配置我见过的也就只有 MG 的龟爸了，想想那个时候的财团可是真慷慨啊。接下来的拼装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总体上我肯定是给出好评的，就算有极个别的地方需要金刚指一下我也能忍，毕竟刚从 GK 的海洋游过来，模型再烂它也是好的。当然拼装过程也确实是愉快的，只是拼到最后履带的时候，这个乘38让我确实头皮紧了一下。不过还好，不就76个履带件嘛，2刀流也就是152个水口，开干。全部履带零件完成后，拼装的过程还是挺解压的，毕竟啪啪啪的声音谁都喜欢听，是吧？总体拼好以后，咱们来看看造型吧。说真的，钢坦克的外形放到现在真的算不上帅气，但那种旧时代的机设味道和相对符合机械原理的构成，使其在如今各种尖尖刺刺、大翅膀满天飞的一众模型中，依然能有其独特的审美。如果卖老的话，就是说这是我们的青春。我去，一不小心暴露年龄了是吧？来，有相近年龄的同好，咱们弹幕走一波。虽然模型没有标明是2.0，但毕竟属于2.0鼎盛的那个时代，因此设计上我们肯定就不能放过2.0标志性的机械内构了。这次的丰富内构，由于上身需要搭载核心战机的缘故，所以基本都集中在了下盘。下半身的履带和传动装置这块明显能看出来是经过仔细研究和设计过的，并且腰部这里可不光设计了可动，而且还设计了符合原理的液压杆联动。整个履带总成的连接臂也在保证可动的同时给出了液压杆的设计。这些放在现在的模型中，这种看不见的地方是肯定不会给你好好设计的。履带的主动轮和从动轮都是独立可动，并且主动轮还给出了啮合机构，要是真有人想改装电动装置的话，是不需要替换主动轮的。而下方的5个诱导轮，每一个还单独设计了避震系统，这可是真的避震。虽说是塑料件，但弹簧的压缩和回弹是真的可以做到的。内部的散热装置整体打开以后，内部是可以看到完整弹仓的。只是我个人不太理解，这么小的子弹是共用哪里的？好像钢坦克的武器里边没有火神炮吧？难道是共用手部的40毫米榴弹？有清楚的同好，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指正啊。可动方面的设计，这台钢坦克也绝对谈得上优秀。我并不是说能摆出什么砸地 pose 之类的，而是说符合它结构的可动是一点都没少。
首先，头部由于使用了类似于逆 A 那样的单体球头设计，导致其低头幅度并不理想，但抬头的幅度还是比较可观的。至于说左右转动的话呢，就不用多想了，两个加农炮挡着呢。说到加农炮，就不得不来说一下这个有回弹效果的可动了，完全是为了模拟滑膛效果而设计的。放到现在的 MG， 能单独给炮管设计一个这样的可动，简直是不能想象的。胸部给出了驾驶舱的展开以及两侧散热口的联动展开机构，上面则是给出了一个类似于加农炮发射支架的这种结构设计，倒是挺新鲜。但在机体设计中有这个结构吗？我怎么没记得呀？上身的左右摆动幅度并不算大，前后的可动通过腰部和胯部的两处可动配合，是能做到相对还可以的幅度的。但要说有多离谱，确实也没有。而腰部的左右转动就别抱什么希望了，毕竟核心战机在里边杵着呢，也是有情可原的。手臂的可动相对比较常规，手肘这里呢可以拉出一段来增加可动范围，配合上两段的关节，正好能到90度。整个手臂的设计最好的就是这4个40毫米的榴弹发射器了，转动这个下臂就能看到模拟后坐力的前后联动设计了，这里真是好评，我玩了半天。接下来就是下半身履带车的可动了，前后的装甲盖板都是可以打开的，后部的这个盖板我记得从量产钢坦克那里看到的主要起辅助支撑作用，但具体还有没有别的用途就不知道了。履带的转动自然不必多说，而每一侧的轮机中部这个盖板是可以放下来的，拨动里边的连杆就可以使下方的5个诱导轮进行小幅度的下放，从而起到抬升底盘的作用。而如果想大幅度的抬升底盘，就不得不看双侧履带总成的可动了。我们只需要将双侧履带向外拉出，并且再向下拉，就可以使两侧履带完全脱离位置。设定中有没有不知道，但这样的设计使得 pose 方面可是获益不少啊。最后就是关于核心战机和灯效方面，核心战机这一块其实没有太多可说的，毕竟市面上所有版本和比例的 RX 系列核心战机的变形都大同小异，而这种核心战机的设计和应用也确实随着联邦技术的发展慢慢的淘汰或者改变了。灯效方面，由于光炉是放在头下方的，因此点燃以后能看到头部的这2个地方亮起来。话说这是钢坦克的眼睛吗？而如果我们打开头部的驾驶舱盖板往里看，则能看到操控台也是能亮起来的，但前提是要贴贴纸啊，不然就是绿油油的一片了。总体来说，我个人觉得这台 MG 的钢坦克是对得起 Master Grade 的这个大师级称号的。毕竟丰富的机械内构和认真设计过的可动性和可玩性，都让这部外观看起来并不算帅气的铁憨憨得到了不少加分。而 2.0 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这才是高达模型的那种情绪价值。相信随着万代匠人精神的丢失以及审美的下降，这种精品的 MG 模型估计以后大概率是看不到了，且玩且珍惜吧。好了，本期的教导记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的还不错呢，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一键3连，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期的动力。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教技机体评测，我是评测员 D，我们下期再见。